我印象很深刻，我对着那个老师说，因为我们家已经太辛苦了，不能谈恋爱受影响，因为我未来要好好的对爸爸妈妈这样。当下我跟那个老师讲完之后，那老师就哭了。他就抱着我哭，他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要那么懂事。我明明想要追求的是无忧无虑，然后不用一直担心各种事情，可是我往往在一起的对象到最后都是我在养对方，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他的遗言里面大部分只有一件事情，无论如何要把爸爸交给你，你要好好的照顾他。当下我就崩溃了嘛，我觉得为什么你都没有提到我，然后你对我叮咛的却是还要我继续扛别人的责任，扛别人，你怎么没有对我有其他的交代？然后那时候就天啊，好难过。欢迎来到人生解扣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ko。这是一个畅谈情绪、人际沟通、伴侣沟通以及自我成长的频道。如果你也喜欢相关的议题呢，欢迎可以订阅我们。我们会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5点正式上片。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个来宾，是我多年以前，这样讲好像有点怪啊，就是曾经在短影也好、长影也好，都有看过他影片哦，算是自媒体的大前辈。我们就用最热烈的心情来欢迎今天的来宾一居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居老师蔡金头。好，假设说我们拿掉你身上所有的标签，其实你会最希望别人认识你的哪一面？我一直觉得我回答这一题我可能会被骂。真的为什么？我认为大部分的人看到我都只有大概占我的10%不到吧。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个标签是我自己很想贴上去，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有才华。就可是大家很臭屁，超臭屁的。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看到的内容都是以性相关嘛，然后他们也觉得我很努力，我好像待人很真诚，除此之外就没了。对，那像才华这件事情是我很少在社群媒体上面分享的，比如说像我会插画，我会吉他，我会很多乐器，我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我可以自学到拿到证照的这种，所以基本上我不分享的话，大家不会这么觉得，大家就只会觉得一居就是一个对性很有兴趣的人。那如果说私底下的你撇除掉工作，你觉得你的个性是已经是成熟的大人了，还是其实有玩心，就是爱玩的那一面？我觉得我玩心很重，但是我会压抑我自己，就是我太知道应该要遵守哪些东西，我才可以得到好的结果。我会把我很多我认为不应该尝试、不能踩踏的这些规范呢，全部都收起来。我宁愿不做，因为我知道自律，然后按照我心中的那个条条规规，我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对。所以其实像你会有这一些认知啊，是你出社会之后自己摸索出来的，还是其实是家里也有人影响你？我觉得都有我们家是一个很传统的家庭。我每次讲到这个，大家都会很惊讶，因为我就是拍性的内容。然后自媒体其实我已经第10年，从那个很保守的家庭到现在做了很大的抗争，包含我小时候是模范生，我也是资优生。对，可是呢，你知道那个真的很痛苦，因为比如说我明明要遵守我爸妈教会我的，要对人要诚实，要尊重，但我心中总是会有一些很叛逆的这种想法跟做法。对，所以我也离家出走过，跟家里有很大的摩擦过。但是因为像我就是被阿妈带大的嘛，乡下老人家他们就有很多觉得一定要做善事啊，我们要礼让行人这种东西。然后看到老人家或者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一定要去帮忙。然后因为我爸爸以前又是军人，军人又很多他们的框框条条，所以你等于是小时候是阿嬷带大，长大之后才跟父母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起。对，他们才搬回来一起住。那他们搬回来一起住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不适应？很辛苦，因为我们家境状况很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搬回来那个时候就是正式已经负债非常多。然后我爸爸搬回来之后，过没多久又长期跑中国大陆那边，这样7年的时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一个家里，比如说都是女生，然后妈妈一直在等爸爸回来，家里又负债，每天要面对很多这种精神啊、暴力啊等等的，就是我觉得长期这个过程也变成我现在很好的养分啦。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我学到很多，然后还有慢慢等我爸回来，包含我爸爸后来身体出状况，就是一直快要死掉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有办法从很小的时候就面对到家人可能会离世，家里
就是都没有钱了，或者是所有东西都要重来一次的这种状态。所以那大概是你几岁的时候？爸爸出事是我高中16、17岁，对，负债的部分是国小。哇塞，所以等于你国小就会有那种生存的不安全感。有，我跟你说，国小不是在谈恋爱吗？我是一个很爱谈恋爱的人。然后我在国小的时候，当时我是班上的模范生嘛，然后老师就讲说要换位置。然后我原本有个很喜欢的男生，他也知道我喜欢他，我们就已经讲好要一起坐在一起。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家会一直灌输给我说，你不能谈恋爱，你要好好的读书，你以后要当什么什么什么，你要赚很多钱，要家里负债很多，就一直被灌输这样的观念之后，我就主动跟老师讲说，我不要跟他坐在一起。然后那个男生就爆气嘛，他没有办法理解，他说为什么明明我们就已经讲过互相喜欢了，你为什么现在不想跟我坐在一起呢？对，那时候是国小3年级，后来老师就放学的时候把我叫过去，他就问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不是好好的吗？还是你们有吵架？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对着那个老师说，因为我们家已经太辛苦了，妈妈说要好好的读书，不能谈恋爱受影响，因为我未来要好好的对爸爸妈妈这样。那你说这件事情是父母教育而成的吗？其实不是，是来自于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我爸妈根本不会从小就一直灌输说你就是要赚钱来对我跟爸爸好一点，比较不是这种。所以当下我跟那个老师讲完之后，那老师就哭了，他就抱着我哭，他就说他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会在年纪那么小的时候就要那么懂事。对。所以这个跟你出社会之后，你不是有当老师吗？是。这一个老师有影响到你做这个选择吗？还是说你那时候会当老师的原因是什么？我原本想要走表演艺术，我就说其实我很叛逆，所以很想要有才华，对，才华才是那个关键标签。对，没错，就因为我以前是话剧社，然后又当那个编剧，又当导演，然后我就对这些东西很有兴趣。结果因为我们家就比较规规矩矩嘛，他觉得要铁饭碗。所以他们就一直跟我说，你很适合当老师，你就去当老师。所以我后来那个台艺大、北艺大那边我就没有办法去，我就专心的主攻教育。对，就是我做所有的决定，我确实都是为了某些考量，但并不是真的是我最想要的。常常会有个声音是觉得啊，如果我也能像其他小孩那样子长大，其实很好。但是无论是被富养还是不被富养，我觉得光是成长环境上，我可以不用担心那么多，我可以无忧无虑的这样长大，就已经很幸福了。对。像你那一个声音，你如果去回想的话，那一个声音通常会在什么时间点跑出来？到现在吗？对，现在最近还会出现吗？一直都会啊，一直都会。因为当老板要扛很多责任，又要养全家干嘛的？对啊。那一个声音通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出现。谁的声音？我的声音吧。是你的声音？我就会一直觉得是小时候的声音还是长大的声音？我觉得是现在已经变长大的声音了。就是会讲说，就可以不要撑啊，就都放弃啊，然后我就想要开心的生活着就好了。我要的没有那么多。这一个心理的期望有没有反映在你跟另外一半相处？我觉得有，但很有趣的是什么？就是我明明想要追求的是无忧无虑，然后不用一直担心各种事情，可是我往往在一起的对象到最后都是我在养对方。为什么？我养另一半的这个经验很丰富，蛮多次的。我觉得可能也跟我的个性比较独立，然后我有办法自主去规划很多像赚钱啊，然后人生的版图啊等等的有关系。我会导致于说，另一半他会觉得事业让我拼就好了，或者是他可以不用很积极的去往工作，或者是他的人生规划去努力。他就慢慢的就看着我这样的往前，他只要把家里这样顾得好好的就好。这种状况很多，甚至是失业1年他也不 care 的那一种是有的，然后比例还不少。对，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对，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而且是几乎每一段都是。一部分的你是想要被照顾，可以无忧无虑的。可是另外一部分的你是看到别人需要被照顾的时候，你会忍不住。通常是因为你感觉到什么，你才会觉得你需要去照顾。我觉得是我希望他好好的。
有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太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我也不希望他不好，我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所以其实那个概念很像是你不希望有人再过得跟你一样。或者是因此也影响到我，对吧？因为如果是另一半的话，肯定跟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想要看他就是很颓废啊，或者是他没有钱，然后他没有办法吃好的东西，或者是没有办法生活正常。可是当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他慢慢因为这个付出，然后就进入一个安逸的状态，你看到这一个现象的时候，你又会产生什么感觉？我就觉得啊，我想放弃，我很辛苦，然后你那么安逸，我为了要支持你，我要那么辛苦，对，那我就觉得，那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很适合这样。懂。我其实那时候在看到你发一个限动，然后是发到你跟阿嬷的，后来阿嬷现在是走了，她是几年前走的？2年前，最近刚好要满2年了。对。那对你来讲，就是她的离开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冲击啊？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受是，到他真的走掉的那一刻，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想法是，我真的没有要求我一定要活着了。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觉得我没有找到活着的意义嘛。那当他离开的那时候，我更笃定了我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没有了。对，因为我这辈子真的最爱的就是他。那我爸我妈跟我之间的情感纠葛啊，额外的东西太复杂了，所以我对于他们，我大部分都是责任。你说有感恩吗？也有，但他们带给我的伤害其实很大，所以我会觉得，我这辈子最想拼命的人，我人生当中想要追求的东西都没有意义了。对，其实到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并没有悲观到说，随时想要去干嘛，没有，只是会觉得。就是会差了一点什么，做所有事情，无论是开心还是难过，我第一时间都会有的念头是，可是阿妈不在了，阿妈没有办法看到那些营业额往上啊，然后公司起来啦，或者是我有一些很新的这种里程碑的时候，我所有的想法都是，可是阿妈不在，阿妈没有办法参与，阿妈没有办法就是承接着我这份很开心的感觉，到现在都还是这个样子。那像阿嬷要走之前的那几个月，你们有很常在对话吧？有，因为我是他主要照顾者。我其实从我小时候就很常跑医院，跑我爸爸，还有跑我阿嬷。然后他包含化疗等等，因为我人在台北嘛，公司在台北，我还是一直这样子频繁来回。我一个月那时候高铁费3万多，然后因为我们家在乡下，我又没有开车，然后我又很不想要搭那个交通工具，因为我会被认出来，所以我就是都下了高铁之后直接搭计程车冲高速公路，然后这样来回，然后送他去医院啊化疗啊，然后照顾他等等的。所以前面那1年就整整化疗的时间，我是有完全陪伴到，然后陪他经历到所有的流程的。像你在那段时间跟阿嬷这样相处，你们有没有怎样的对话是你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印象很深刻的？他在后期跟我讲到的，或者是他的遗言里面，都大部分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我把爸爸照顾好。他那个时候要交代遗言嘛，然后就会讲啊，那个因为我是孙女，然后我是跟他最好的，所以他遗言里面都是讲儿子女儿，却没有提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很受伤了。然后他那时候交代给我的是什么？就是他说无论如何就是要把爸爸交给你，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他知道我会做得很好。当下我就崩溃了嘛，后面其实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为什么你都没有提到我，然后你对我叮咛的却是还要我继续扛别人的责任，扛别人，你怎么没有对我有其他的交代？然后那时候就天啊，好难过，就因为我是长孙女，对，然后我从小就是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所以我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包含像我有个妹妹，她从小也会知道我会在她上面保护她、照顾她，所有人只要对我们家有任何的不好，我一定会扛起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对于我阿嬷交代遗言，或者她在后期跟我讲那些，我是难过的。我知道她很信任我，所以她对于我可能也不用有其他的叮咛，可是她却只要我去把我爸爸照顾好，会很受伤。我很希望她除此之外，她也可以多用她爱我的方式来传达一些东西。
所以你那时候当下你有跟他讲吗？没有啊，因为我觉得跟他讨论这个不会有得到结果。我觉得老人家他们思考是很直线的，他们没有办法到很深。所以其实阿嬷这一生比较多都还是在牺牲跟奉献，是对不对？阿妈是，我之所以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会影响我们这一生的。我后来的体会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去撰写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就是那一个故事你是怎么写的。对，因为那一个会几乎决定了我们后半生的能量。是，对。那我为什么刚刚第一个直觉先谈的是阿嬷是一个牺牲奉献型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在跟别人，比方说他已经快要离开了，可是他在跟你交代的那些事情，他是没有把自己放在里面的。要离开之前，他没有去思考他自己怎么样，而是还思考到他关心的人，那就代表着他的这一些说法里面，不是因为孙女不重要，而是因为他知道他真正最圆满的那一个人生目标，其实就是他关注的人都好。而那时候你已经在旁边了啊。对，对不对？因为我觉得奶奶他们是一个对我们来讲很特别的存在。因为奶奶她在教养爸爸妈妈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爸妈，实际上是他们第一次要当爸妈，而且在他们资源匮乏的时候，所以他们很容易出现这种想法，就是我的儿子如果过得不好，都是我影响的。对，所以他们会对他们的亏欠感很深。可是到教养孙女的时候，就是孙子这一辈，他们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要么是过度溺爱，要么是带着那份亏欠感，然后再帮他带他的小孩子。所以我觉得你在阿嬷的心中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对，因为对他而言，有可能他也没有预料到他的人生观会影响你那么深。我觉得应该没有想对，他应该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对，而且你才10几岁就得去扛这一些。像我们刚刚这样聊啊，你在讲到阿嬷的这一个事情，你觉得那一个感受有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我稍微欣慰一些。对，我觉得是因为他自己对于很多东西他其实抱有愧疚跟责任感的，所以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延续这些东西，他才会想要我去达成。但是并不表示他对我其实是没有其他的盼望啊、想法啊等等的。我其实很喜欢那个电影有一种叙事手法，它讲的是你看不见的侧脸。我很喜欢那个概念。它其实在谈的是说，我们这一生写下来的人生故事，对不对？它原则上都是你的第一视角所写下来的。可是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剧情看到后来我们都会跟着哭？原因是因为我们才会看到主角的第一视角以外，另外一个人是怎么看他的。所以等于对主角来讲，这个人怎么看他，看不到的侧脸指的是这个角度嘛。可是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思考的是，你那时候在医院照顾阿嬷的时候，你看哦，你如果在旁边用东西，或者你在帮他整理他的食物也好，或者你就坐在旁边，会不会有你专注力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他也正在看着你？有工作啊，干嘛的，打电话。对，可是他看着你的时候，他那个眼神跟他的心境，你觉得比较有可能是什么？会不会有一点心疼？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应该也会有，因为他知道我很拼。所以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如果我可以让阿嬷离开，稍微对我来讲起到比较有能量的影响的话，我那时候做的事情是这样。我第一个经历过就是我一直很后悔没有早一点成功，在他还在的时候。我也是。对，因为我阿嬷那时候还在医院嘛，然后我就都会去那个高医找他。那他看到我，他就问说：“你是高七啦呗？”他就会说：“你是有女朋友无哦？”然后我说：“无啦。”然后他就关心我们的工作。可是其实20几岁的我是过得比较颓废一点。我指的颓废是我们可能有工作，但是那段时间我是比较迷惘的。所以等到后来他离开了之后，我们慢慢的开始认真生活了，准备要好好做事了。
可是我们有成就他看不到，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一个遗憾，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有的，可是他是在旁边，那一个遗憾就会很深刻，是，对，可是后来为什么那个遗憾又不见了？是因为我才在思考一件事，我阿嬷会不会在乎这一些？对，你看我们今天再有成就，我们自媒体就像比方说你的频道现在变1000万订阅了，说真的阿嬷也不太知道那个意思是什么。对啊，阿嬷不懂啊。对啊，他所以这个数字是多少钱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可能存在的某一个遗憾，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希望写出一个人生故事。可是只要我的故事里面有别人的话，那就代表着我想要产生的那一个效果，可能不是对方真正需要的。所以我那时候是想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遗憾就还好。哇，我要回去好好思考一下，我阿嬷要的是什么。对，而且其实还有一点是，很有可能对于你跟阿嬷的缘分来讲，其实他要的你早就给完了，所以他才会完全没有提到你。对。对啊，因为有可能他只在乎就是爸爸能不能生存得好，他的身体是，对，他就在乎这一些而已。那包含尤其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是他自己已经知道他不太有机会活在这个世界的前段时间了。那如果一个人的心境是这样，他往往真正会关切的点，更多只会跟存在有关。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是从这些角度，如果以你认识的阿嬷是有可能是这样，很有可能那个故事已经变得不一样了。对。可是我之所以会特别想要聊这一个，是因为它也会跟人生的意义有关联，额外再延伸探讨的第二个题。比方说对你来讲哈，我们假设的情况是，这个故事是阿嬷在乎你的点，她担心的点，其实你早就做到了，甚至你做的是超乎她想象的。所以你心里想要带给阿嬷的那个骄傲跟感动，它不是用你原本希望的形式已经完成了。那这个时候的你心里的感觉会比较有支撑，比较有能量，还是比较没有？我确认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圆满的感觉，会有圆满的感觉。哇，那人生就结束了。对啊，是不是？对，可是我其实要的是那一个反应。那人生就这样圆满了吗？可是你刚刚是没有，那可是那一个没有是因为什么？可能我还有想要追寻的东西，对吧？所以那一个意义就反而就出现了。但是什么呢？我要花时间想。其实我觉得，就是探寻人生的意义本身，它是一个重要也不重要的题。是我认为它重要的点是在我们的能量状态，然后不重要的点是在我们需要的意义跟我们想要探寻的那一个意义。有些人会是在途中才感觉到，有些人是在追寻的过程认识自己。对，所以不管你现在得到的答案是哪一个都不重要。可是最主要是我们内心看待人的角度，没有因为我原本写的那一个故事剧本影响了我认为未来就是那个样子。像我们刚刚这样聊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是你想要问的，想要探讨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有一个很困扰的特质，是我情绪很敏感，所以我很容易急躁跟暴怒。但我还找不到方式去调整自己吧，因为我也看过了很多心理学相关的推论，就是讲说为什么容易急躁或者是暴怒呢？原因是认为别人理所应当的要做到我要求的东西，或者是理所应当的要理解我要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感到愤怒。那为什么很焦虑呢？源自于不安全感。对，但这两件事情，尽管我懂，好，我知道是这个样子，我还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我觉得很痛苦，因为在做生意上面的决策上面的话，情绪平稳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是这一个的话，你比较希望获得的成果是什么？我想找到方法。我指的是调整或方法，它都是你希望的一个途径嘛？是的。可是你希望找到的方法是可以让你变成怎么样？平静一点。其实我追求的是平静。会让你想要追求平静，那代表你的心里有更多的情况是感受到不平静。可是你自己如果现在粗略的去回想，比较会让你感到不平静的，通常是因为你想到了什么？我觉得在生活上比较容易有这种感觉的是，别人做的没有符合我要的。有可能是他没有感觉到我要什么，或者是他做出来跟他说的不一样，然后不符合我要的。
大部分好像是这个样子。大部分都会跟工作任务有关，不一定跟包含爸爸妈妈等等全部也都是。比如说讲好要准时，但却没有，那我就会很不高兴。就是那种感觉是，我知道大家会觉得这根本没什么，可是我就会特别的不高兴。当有一个人不准时，讲好了没做，你会觉得那一个人怎么样？我觉得不尊重我的时间，不尊重我们的约定。所以其实反向推出来，其实是当有一个人没做到他该做的，不尊重我的约定，很像是你不把我这一个人当成所以当你把一个人的行为解读到这么高层级的一种冲突的时候，你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很强烈。所以真正的那一个情绪强烈的其中一个点，是你把别人的行为解读成一个很高层级的否定，而这一个否定感是你心里一直希望得到的。所以我们先试着这样推销看看，对你来说，你这一生有没有一部分也是在追求，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在这个世界你可以存活得很好，你能够做到一些事情，甚至在别人的眼中你是可以带来好的影响力的人。我觉得有，应该有，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的那个情绪很强烈，是因为你这一个欲望也很强烈。懂意思了。因为每一个情绪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有功能的，所以我第一个探寻的点如果有到，我们先讲第二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就是一定要记得情绪不用去管理它。真的吗？认真，因为你真正要去能够有更深的掌握度的是你如何思考这一些事才产生那一个情绪的。对，我打个比方说，你看我们今天如果公司然后来了一个新人，这个人其实是有能力有天分的，但是呢他有一个情况是他的这一个做事情的这种完美主义会导致他每次在交件的那一天有可能提前2-3天里面他会一直自我打架，对，所以他有可能交件的时间会晚1-2天。好，所以如果他是因为这样答应你礼拜5要给你，可是你知道他的特性是这样，他需要磨，所以他是下礼拜1才给你，你觉得你会不会暴怒？我好像只能先说服自己，就是因为他这样才会做出最好的就是成果嘛，会不爽，对不对？可是就变成不是暴怒，为什么？是的，其实很简单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把他的行为解读成你这个就是不尊重我们的约定。所以我们真正要控管情绪，不是要去针对情绪这一个感受去控管它，我们真正要去看的是我需要用怎样的看法才能够在大家的情况有这么多的不同，而我找到一个相对舒适的一个弹性空间。所以打个比方说好了，回到刚刚跟爸爸妈妈约他们会迟到，其实有可能你解读的那个能量会更强，因为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小时候我都已经累积了这一些，我都替你们着想了这一些，我需要的我也都没有跟你们讲了，那现在我还想尽办法去撑这段时间，我也过得蛮挣扎，对，辛苦，那很多开心，可是付出也很多，甚至压力也扛在我身上，可是为什么连这一个你们都没有？对，那如果你的内在的那一个思考路径有往这个方向走，那你的那一个不平静的感觉也会很强烈。对，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是我们如果想要让自己的情绪不要变得那么强烈，其实我们要去审视的反而是你的内在的这个思维路径，到底有没有符合现实？我指的符合现实是刚刚谈的是小时候你遭遇的事情，这个都是你曾经遇过的经验。而他们之所以会让你经历这一个经验，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是刻意来伤害我们，或者我们这一个生命没价值，而是他们选了一个路，然后这条路里面他们扛不住，然后其他人接连被影响，然后受苦，所以他们的那一些行为跟选择确实有不是那么理想的地方，可是同时他们当时也是无可奈何。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很有可能我们心里在写他们的跟我们的这一个人生故事，他会再扩充一些资讯进来。可是第二点其实是因为你是对人类是有爱的，有点像在身份里面，女儿的身份、孙女的身份，你会想要去照顾这个家，所以你其实扛起来是一家之主的身份，可是也因为这个身份，让原本的那一个你，他没什么机会出来，
可是你心里知道这一个我，你有点像是把它摆在很远的位置，所以你扛了一家之主，扛了企业主，然后扛了大家看到你，而也因为这样呢，这一个人的需要一直没有被重视，所以你的那个情绪很强烈，往往可能会真的比较深会来自于他。明白。可是呢，这里他要探讨的事情就会变成是，那你打算怎么跟这些人说？还要去表达哦。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不为你自己发声，他们也不知道你怎么想。而且第二个关键点是，你的发声不是为了要他们改变，是要让自己舒服一点。不是，你的发声其实就是一个亲密关系、家庭关系本来就需要做的事。对，因为你看哦，我们永远都会从别人的行为当中去揣测他是怎么想的。对。可是我们揣测到了，即便有部分是事实，也不会是全然的事实。对，没错，没错。可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越来越远的原因，是因为揣测越来越多，而心声越来越少可以说。那当两个关系很近的人，心声又没办法说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种是我们在关系当中希望爱别人，可是又怕受到伤害，而就因为这样关系就变远了。所以我觉得，如果真正要去把那个情绪的强度减弱，其实是你如何去透过行动，去创造不一样的相处模式。可是第二个，其实要谈的是工作。如果你在工作上面，然后你那个暴怒的情绪会比较容易突然上来的话，那可能就要去想，你这样做多久了？我其实是有意识的在控制自己。所以我对于大家暴怒的状况，我觉得是没有到比例没有到那么多。我会表露我的不开心，但我暴怒的这个状况是会放在这里，压在心里，对不对？因为如果说是我们已经能够把情绪放在就是在心里面消化，那我比较常用的方式真的是把它写出来。用书写的方式。你看你习惯打字还是手写？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NLP 有一些方式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转念的时候，我们是会把想法拆成是内在画面、内在声音，包含我们自我对话、身体的感觉，我们把它拆成几个元素。那如果没有这种概念的朋友，他很有可能遇到情绪的时候，他更多时间是在内在在对话，所以他会想说，那时候不是答应要做吗？然后，所以他这些声音一直在跑的时候，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懂意思了。对，所以它其实是内在对话的这一个习惯导致的，你的内在对话路径是强化你的情绪。所以有些人采取的策略是这样：第一个是我感觉上来，所以我内在对话的那一个声音，它同时会有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就是我刚讲的，怎么会这样？可是另外一个元素是，如果这个没有控制下来，未来会产生多大的危害？那这一个背后就是恐惧，所以它其实是两块集结在一起，然后导致你要消化那一个情绪的强度会比较久。是，明白。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在缓解的时候可以快一点，其实我会做3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提前安排，而不是处理事情。对，我指的提前安排就会变成是说，我很常讲一句话，遇到一个我认为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我很常想的是，那我下次必须要安排什么，改变什么，沟通什么，可以确保我下一次的成果会比这次好。我一定提前布局，因为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一直要改善，那个不是我们自己惯性思考的路径。所以我一定想提前安排。可是第二个点就变成是情绪来了，有一个感觉，可是思考路径怎么改？那我就做3件事。第一个，把它打字打出来，因为你在打字的时候，它会让你切换另外一个思维模式，对不对？对，确实是这样，对，没有错。因为我们就跟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对，很像，脑袋会不太一样。对，所以你只要有你的那个解题架构就好了。对，很像我们脚本会有大纲嘛。那也就是每一个大纲好，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对，那其实我在乎的是什么？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是我还可以怎么做？对，那这个是往那个理性的方向。可是我以前就只有这一边，这样会比较麻烦。所以因为忽略掉自己就是感性情绪的那些东西。对，因为它就会变成是我的这一个行为很有可能带给自己的另外一个暗示，就是我是没有资格有情绪的。像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去盘点我自己的情绪，就过去1个月我到底经历过几种情绪这样，然后我整个把它写下来，我只有经历过8种情绪，对，就8种而已，然后这8种全部都是负面的。我觉得比较可怕的事情是这样，
我盘点出8种情绪，全部都负面的，可是我回想起那一个月，我不觉得我过得不好。这才是我觉得，怎么会这样？对啊，对，那意思就变成是我的身份，我界定了一个，我现在是要把事做好的，是，所以那些情绪不重要，那些感受不重要，可是也会因为这样，它就会慢慢有可能成为我们底层在执行的背景程式，所以我们的那一个烦躁感。然后我们每一天其实都要拨一些意志力去压抑那一些不舒服，那慢慢的1个月、2个月、3个月，你就会发现那个暴怒你会压不住，是对，因为我们力气有限了。所以我刚刚讲的一部分是我可以思考的是理性的做法，可是反而另外一部分，我现在比较会做的事情真的是，如果我现在感觉到生气，那我就会跟自己说，好，那我们就好好生气这样。但是我指的好好生气是我们先确认情绪的感知位置在哪里。对。可是我第二个就是我不会急着消化它。你会放多久时间？我不会给自己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反而越不压制它，你越不在乎它。对，因为你没有给它限制，很像以前我们小时候比方说我们也爱打电动嘛。那我爸就是说，你爱爬不要紧，你的坐多少下，因为我们家以前开电动玩具店，他就逼我打，不是我爸，是我继母，对，他就让我坐在电动玩具前，从早打到晚上。哇塞！对，就那次之后，我就打电动就比较还好。可是我想讲的就是，对我想讲的就是，当你就是想，可是不能做，有限制的时候，你会想更久。懂意思了，对不对？所以你反而开拓的是那一个空间，我不一定得急着要去缓解什么，反而你比较松弛一点。最后补充一点，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就是内在的那一个你是谁。这个有点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一个题，如果把所有的标签都拿掉，然后把企业家的身份也拿掉，包含把一家族的身份也拿掉，你会怎么跟我介绍你？我指的就是身份、title、能力、才华全部拿掉。你觉得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想要，可以讲渴望爱吗？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渴望爱的人，被照顾、被爱的一个人。所以其实，在做了那么多，都是为了可以实现那句话。对不对？你需要具备那些条件，你需要做那么多。对，因为或许你心里有一个信念是这样。我如果要拿到我想要的爱，我需要具备这一个，对。可是实际上你会发现，你的这一个路径会有成立跟不成立的时候。那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哪一个信念拿掉，我们的任务其实就是看清楚我的信念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不行。对。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判断一定有它成立的时候嘛。可是呢，我们最害怕的是我有一个信念，它导致了我一连串的关系相处的模式。可是这一个模式总是会调动出有些人在这个模式底下，他会没有办法去发挥他原本该有的潜力。是，对吧？所以他会因为这样，慢慢的他就压抑他自己。所以他压抑到后来的那个样子，也不是你要的。好，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嘛。可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是要解开这一题，是因为它跟你的情绪也有关联。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今天总是得认为我做那么多，其实底层是为了满足那一个我想要被爱，我也渴望被爱，那它就会变成是我用一个没办法解决我要的问题的策略，然后我用一生在努力它。所以我担心的是，会不会是这样的交汇的情况，你会出现一种空虚感，因为你自己知道好像不一定能够解决。对，我分享一个小经验好了。我以前都会觉得自己一定要够好，别人就会尊敬我。对，可是我要的不是别人都把我看得很厉害，这样就是基本的尊重。那我后来发现那个不重要。我指的不重要原因是因为今天就算我拥有什么，别人对我的尊重顶多也是某一部分的感觉。第二个，我为他的人生就算带来很多好的影响，就算然后也帮助了很大，我在他的生命里面顶多也是停留特定的经历而已。而他会如何看待我，那个尊重会多久，其实我们能够再碰到他的机会也没有很多。确实那就不重要了。对，可是为什么我还想要去做这些我认为可以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的事情？
我觉得从自私的层面来讲，其实超简单，就我做人开心的。对，那当我把一切的这个思考点全部只放在说我自己认为我的时间这样放值不值得。第二个是我在做完之后，我自己的感觉是好的，那我知道我对待别人是好的，这样就够了。所以我是在那一刻之后，我就放下很多对别人的期待，这样，我就不会再认为我一定要做到什么，别人才会爱我、尊敬我或者怎么看待我，我就觉得那个还好。那当这些都拿掉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个好处，你做自己就不会怕。哇，这个回去可以消化一阵子。刚好这一集的最后，我分享一个路径哦，就是如果我们想要让自己在探讨信念的时候，然后因为就信念我们开始找到它有成立跟不成立的时候嘛，甚至也改写故事。可是其实我们要让这一切可以变成是一套新的思维模式，它有一个过程是你要拿证据。我们不可能在转完念之后，我就坚信这个念头是对的。对，还是需要验证。对，可是你在拿证据的过程，你只要有发现你在拿的当下，你突然有觉得比较松。我说的是没那么紧绷，比较松，那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这个信念你要不要用。所以以前有人谈到 NLP 都会谈说它可以默默影响一个人，改变一个人。其实我只认同一部分，可能我会用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引导一个人往比较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个经验，可是这一个人会用多少，完全就看他自己。那像我们今天聊到现在啊，你自己比较大的体会是什么？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因为提供了一些方法嘛，然后我就刚刚脑袋里面会有个画面是，会不会接下来可能我突然遇到什么事情暴怒了，暴怒到一半突然想到了你讲的这些东西，我可能会及时的停止。然后去做其他的觉察，我的感受是这样子，应该会蛮有趣的。好，我觉得如果真的有练起来的话，应该是暴怒的次数会变超少。对，或者是怒的感觉没有那么深。对，因为我自己后来有一个感觉是越知道自己那一个很强烈的情绪背后，他真正想要获得的是什么，然后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用我们的理性的分析行动去让那一件事情有机会实现。光是这一个点，你就会意识到暴怒的这一个策略没有那么好用。大概是这样。好，那今天很感谢一居老师可以来我们节目聊那么多哦。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哦。我是 Jaco， 我是一居老师。好，那我们之后再见，拜拜。